在敦煌待了2天，不知道是感冒还是阳了，一直在发烧咳嗽，所以在敦煌休息了几天，好转之后，我们就准备出发了。我们就准备去青海转一转，因为看资料说那个地方有一座山非常独特，全部黑色的，叫做黑毒山。去青海的话，要翻越一座海拔将近4000米的大山，这里一直都是上坡，因为青海那边海拔比敦煌这边高很多。当然途中呢还要经过阿克塞。敦煌这几天都是高温天气，来到了青海地区，明显就凉快了很多。来到西北，你才能感受到西北的荒凉。像我们现在行驶在戈壁滩上面，已经差不多100公里没有看到人了，全是这种戈壁。不过道路是挺好走的。这些地方跟无人区是一样的，没人，风大。去年我们在西藏自驾的时候，在路上遇到很多湖泊，今天在戈壁滩上也遇到了。这个湖泊非常大，绵延几十公里，一直都能看得到。刚好有路标指示可以去湖边，我们就转进来看一看。这个是叫做大苏干湖，因为旁边呢还有一个小苏干湖，面积非常大呀，达到108平方公里，也是属于咸水湖。因为一般高原湖泊基本上都是属于咸水湖，它们大部分呢是雪山融雪造成的。这个湖泊的水深不是太深，平均的话大概是2.84米左右，湖水非常清澈，我们通过航拍也能看得出来。它这里的候鸟成群，所以是一个候鸟保护区。它是属于甘肃的阿克塞境内，也算是在2省交界处吧。苏干湖也是甘肃省最大的内陆湖泊，这样看起来风景是非常漂亮的。海拔大概是2700到2800米。每年的夏秋2季是苏干湖最美丽的季节，那个时期啊，湖畔绿油铺地，白天鹅、楼雁、云雀等25种3万多只候鸟成群展飞，来到这个地方，所以算是休闲避暑的好去处。大家好，我是邱平，我现在在青海，我是从甘肃那边翻越当金山过来的。本来是准备去看一个黑毒山，据说那座山非常奇特，全是黑色的，就跟火星表面以及月球表面一样。不过呢，在去的途中啊，路边发现这里有一大片废弃的房屋，于是拐进来看一下。结果没想到真的是让人大吃一惊啊！我们之前在南方也好，北方也好，不管是看到废弃的三线工厂，还是说一些废弃的古村落、废弃的小镇，在这里一对比啊，真的是小屋见大屋。从空中的画面可以看到，这个地方长宽可能都有几公里，密密麻麻的房屋呢，全部废弃了。这个地方可以说是破败不堪、荒凉、残垣断壁，全部都可以形容。我们走在这个城市里面，看到的全是那些房屋倒塌的或者没有顶的。这么多房屋，那么在以前居住的人肯定是非常多的。然后我查了一下资料，这个地方是叫做冷湖石油小镇。那看到这个名字呢，我就想起来了甘肃酒泉的玉门。那个地方呢，高峰期也是有10几万人，现在呢居住的人不多。它那里也是一个因石油兴盛的城市。那么猜想这个冷湖啊，也是同样如此。我们就来这里面转一转。你像这些看到的，应该是居民区。当时建造的房屋基本都是一层，每家每户啊，应该是一个小院子吧，全是破败不堪。这里呢，一个小院子，然后里面一个房间、2个房间。既然是一个石油小镇，那么当时居住在这里基本上是石油工人以及他们的家属。按照资料的说法，这个地方最多的时候大概有10万人。听到10万人，大家应该觉得这里应该不能够称之为小镇。通过航拍也能够发现，这里的房屋的规模多少，远远不是我们常说的一个小镇可以媲美的。它在以前，这里其实就是一个城市。这里是青海柴达木盆地边缘，是在青海、甘肃、新疆的交界地区，干旱少雨，缺水，风大，海拔高。有这样一句话：风吹着石头跑。站在这戈壁滩上面，风是一直吹着，特别难受。自然环境比较恶劣，遍布荒漠和无人区，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因为属于在戈壁滩上面嘛。
上百公里的无人区。虽然说这里自然环境恶劣，但是在盆地内却蕴含着丰富的矿产资源。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大片建筑就是跟石油有关。在上个世纪50年代，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百废待兴，到处都需要发展建设，而石油呢，算是工业的基础，很多产业都需要石油，所以这个时候国家就派出了多支考察队去寻找石油。刚好有一支考察队就来到了青海的冷湖这里，在这里呢就发现了石油。有了石油就需要开采，于是全国各地的石油工人就来到了这个地方，从而呢就有了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大片建筑了。这个冷湖的名字就是因为当时这附近不远处有一个湖泊，它水比较冰冷，大家呢就称呼为冷湖。从此呢这个名字呢一直就流传下来，一直使用到现在。从1958年发现石油之后，冷湖呢就迎来了它的高光时刻。在1959年，这个地方已经设立了市，通过设市就能够确切的知道冷湖在当时那个时候的地位非常重要。1959年年底的时候，这里的年产量石油已经达到了30万吨，约占全国总产量的12%，成了继玉门、新疆、四川之后的第4大油田。来自全国各个地方的有志青年在这片荒漠之地、蛮荒之地书写着冷湖石油的激情岁月。到了60年代初，这个地方职工加上家属最多的时候生活了将近10万人，算是迎来了它的高光时刻。但是我们都知道，矿产资源的地方有高峰期，也就有低谷期。到了1964年的时候，这里呢又撤市为镇，因为到了60年代中后期，这里的石油资源相对来说又比较少，而且呢在全国各个地方又发现了很多油田，那么在这里的石油工人很多时候就支援到其他地方，就跟我们看的甘肃玉门一样的。到了70年代的时候，离这里不远呢又发现了其他的油田，从而呢又一部分石油工人抽走了。从这个时候开始，人呢就慢慢的变少，从10万到4万到3万到2万。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青海石油队管理局呢从冷湖镇搬到了敦煌的七里镇，又带走了大批的工人以及家属，所以最终呢这个冷湖石油基地就慢慢的衰落了。到了最后剩2000人，最终呢就剩下几百人，并且呢是搬移到新的冷湖镇，离这里大概20公里。那么这个冷湖老基地呢就废弃了，变成如今我们看到的这个模样，荒凉破败，残垣断壁。这些房屋都是以前有人居住的，看规模不知道是单身宿舍还是说干部居住的。这种房屋看起来规模有点不一样，它是靠近城市的边缘，看不懂啊。远处呢就是当金山，在这里啊还能看到雪山，所以这个小镇呢应该是说当金山脚下的一座石油城市，也可以说是雪山脚下的一座城市。现在这里挖了很多沟，不知道是准备干嘛的。从这里斜对面就是我们要看的黑毒山，到时候我们去走一下，就是连绵几十公里啊，那个山体颜色都是黑色的，我们可能会徒步进去，据说是相当震撼。我们逛完这个石油小镇就去那里走一走。我们之前在三线工厂可以看到学校、医院等等，那么在这样的城市也是必不可少的。同时呢，它这里可能还有商业街，我们呢就寻找一下，探索一下。大家看一下大西北的天气，真的是好啊，蓝天白云，就是白天比较晒，早晚的话还是挺冷的。这里应该是一个活动场所吧，因为看起来这里有房屋，然后里面是空着的。走进去看看到底有什么。它这个城市其实也是分了很多片区，因为太大了嘛，数十万人在这里生活，是一个很大的城市了。因为不像现在，在戈壁滩上面，一座城市能够生活10万人是非常大了，真的是很破啊。所有这个冷湖镇屋顶啊都没有了，可能是不是当时搬迁走就拆走了？因为屋顶一般是木头以及瓦片弄的嘛，那么就跟门窗一样都拆除走了。我猜想是这样的。
我们来看看这个房屋，这个还挺大的，一个房间，这里应该是客厅，里面呢很有可能是厨房，这边呢卧室，算是一房一厅一卫。这一块的布局可能都差不多。这里还留下了一些以前他们用的缸没有带走，那么这些在这里已经存放了几十年了。这里还有很浓的机油味，难道这里是一个修车的地方吗？但是应该也不会保存这么久的味道啊。这还有车开过来过，这里可能是后面不知道谁把它弄倒塌了。哎呦，真的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样大规模的一个废弃城市啊！戈壁滩上的城市本来就比较少，我发现这里的房屋很有意思啊，基本上每一个都有一个院落，而且呢都是一层的房屋，因为那个时候建房可能跟现在有点不一样嘛，所以他们都建成了一层。它主要就是这样一条街道，一直延伸过去，可能有2-3公里长吧。碰到几个摩友，他们也是骑行这边，装备很多啊。厂区贸易公司，那么在这个地方，应该以前是属于商业区，就这一条街都是啊。然后那里还写了邮电局，往前走。我们来去这个贸易公司看看。厂区的，那么可能当时这个大家买东西是不是都在这里啊？那旁边应该也是，这个厂区应该看起来挺大的。哎呀，很有年代感的。这些可以说是上个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很多人的记忆啊。江湖再见。这里又是一大片空地，不知道是干嘛的。我在这里面走了比较长的时间了，它很多这辆房屋围起来，然后有个空地，就跟我们说围起来操场一样的，不知道是为什么。这个地方跟我们看到的不一样，它这里高一点，像厂房一样的，而且它这个房屋的结构都不一样，是这种青砖。我们刚才看到很多房屋的砖呢，都不是青砖的。在这个戈壁滩上面，尽管说不会太热有风，但是非常干燥。我在这里待了没多久啊，嘴唇特别干，都有点脱皮了。夏天干燥，冬天寒冷，戈壁滩上面是非常冷的。我们之前说那个河西走廊，那些在几百年前驻守长城的士兵啊，他们条件很艰苦。那么当时生活在戈壁滩上面的人呢，也不容易。像这一栋，大家看这个外表能看得出来吧？它应该是当时冷湖市的电影院或大礼堂。我们在很多三线工厂也看到了，这里肯定也是有的。在这里就看得非常明显了，那里应该就是主席台，这是两边的放音响或者等等表演或者开会，都是在那里。而下面呢就是观众席，明显的看到有台阶，然后是一个坡度下去的。这个是典型的那个时期的电影院大礼堂形式。所以说这个地方算是当时的中心。在电影院旁边有一排空地，感觉像是当时这边的一个小公园一样的。大家猜一猜这个是干嘛的？我感觉应该有点像公园，因为我们一般去逛公园的话，有些走廊它会有这样的形式。这边挖了很多沟，不知道是不是需要修缮什么。我看到有一些弄了一个地下管道一样的。它这个地方我觉得完全像那些矿山公园一样，可以竖一些碑，就这个是干嘛用的，那个是干嘛用的，能够让大家来到这里一目了然的了解当年这一块区域是起到什么作用的。因为这个也算是时代的记忆嘛，
很多人可能没见过这方面的场景。我们是根据走一些三线工厂以及一些其他的地方猜出来这些房屋是干嘛的，很有可能也猜不准。那没有走过三线工厂的，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个冷湖石油基地尽管说已经荒废了，但是呢，这里是很多人挥之不去的情怀之地，也是很多人梦开始的地方。